还是想和你待一个地儿啊。非得急诊科？那我介绍一位前辈给你。于元，这是我室友王壮友，他情况有点特殊，你多带下他。这位是我们急诊科的于医生，你跟他一段时间试试。情况特殊，林医生，你这用词一下就让我充满干劲了。李医生，侯主任找你。快去吧，林医生，王壮友我一定给你带好。主任，你找我？还记得之前的采访吗？老大，你上新闻了。云华日报，还真写成大报道了。为了头版，我们急诊科跟手外科可是一起出了钱的。还出钱了？以院为单位的报道含糊不得，铁金的事儿当然得花点钱了。那咱给院里争了光，是不是病房就能批得快一点了？应该就是这2天了，我再去催催。放心吧，李然。老霍，风风火火的又要去哪儿啊？咱哥俩就别客套喽，你这样子也不像是来找我的。先走了哈。嗨，你这老头。王主任，你是要找我？您现在上了新闻，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应该能帮我另一个方面的忙了。什么忙？你知道开飞刀是什么意思吧？知道，就是坐飞机去别的医院做手术，能做飞刀的都是业界大拿了，最起码得是主任您这种级别的。医院花钱请来的飞刀，只有技术可不行，还需具备一定的名气，这样医院才有与其建立长期关系的必要。病人也得看到主任或专家的头衔，才能放心的将自己交给对方。王主任，您想要我帮忙做飞刀，我目前在昌西省内也只能勉强算是崭露头角，与北上广的大佬们相比，没有丝毫优势啊。我觉得我现在做不了。飞刀这事儿吧，还真不怕手术难做，怕的反而是一起配合的医生不懂事儿。林然既然知道深浅，懂得分寸，那这事儿基本就成了。对方是来请我的，但这2天我跑了好几个地方，稍微有点累，得有你跟着才能保证出不了纰漏。手术也不复杂，2指离断，飞刀的费用是1万块，咱们一人1半，如何？去哪里啊？义源县医院，咱们坐高铁去，不到2小时，即刻出发，路上看资料，一到就做手术，晚饭前后就能赶回来。好吧，不过我现在还没有执业医师证。没事儿，对方医院是咱院的老熟人了，跟着我就行，放心吧。喂，云医的专家们来了。那个帅哥也是云医的专家，只是个普通医生吧？不会吧？医生天天熬夜的，皮肤还能这么好？老孔，这位就是林然医生，他是我们云医断指再植方面的主刀，做过的手指术都超过300了。老王之前提过这位林然医生，但最好的外科医生是需要长年累月待在手术室里的。量化一下就是1000小时定律，在手术室里待满1000小时，外貌条件再好也会变得沧桑。医术好还帅成这样的医生，实在是太诡异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再奇怪现在也得笑脸相迎。林医生真是年少有为啊。那是，林医生的报道看过吧？我可是费了好大劲才请到他的。费心了，费心了。咱们是不是该会诊了？对，正事儿要紧，走，咱们赶紧去会诊。这次断指再植的方案差不多就是这样了。明白了。林医生还有没有要补充的？有一点，这林医生心里是不是没数啊？都知道你是拍了老王马屁被带出来混履历的，假模假样，真要补充点啥？有那能耐吗你？根据核磁共振的图像来看，患者血管抽脱，指背静脉弓有血管撕裂的迹象。这种情况下，手术时应该要切开一点，重新缝。这家伙并不是什么单纯的花瓶小帅哥。指背静脉弓在断指再植的时候，并不是特别重要的血管。但这林医生光看个核磁共振片子，就能看出患者血管撕裂的情况。有这种本事的话，这家伙压根儿就不是什么来混履历的，可能真是给老王打下手的拍档。那我得好好向他请教请教。林医生啊，
血管撕裂的迹象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喏，这里不就有一个血管撕裂的痕迹吗？到时候做的方案，如果要缝合指背静脉弓，就直接划开缝合一下就成。糟了，想学习都有心无力啊！看不懂核磁共振，左右的人也没一个会的。林医生再怎么说，我们也等不了。林医生看磁共振片，在我们院可是一绝。咱们就按原定方案来吧。好，赶紧带专家们去换衣服，准备手术。咱们大伙儿也换好衣服参观学习一下啊！咱们做飞刀不比在本院里做，要采用低风险的方案，尽可能做得漂亮一点。明白。低风险方案就是断指在植时尽量多接血管，因为断指在植的核心要素是血运，只要血运通了，断指就能存活。血液是机体的补给线，没有血运的机体是必然要坏死的。但多接血管就意味着要么延长手术时间，要么想办法节省时间。单指在植倒简单，多指的话就得考虑其他手指的接驳时间。方方面面都考虑周全了，剩下的就是全力拿下这台手术。老王，林医生，那咱们就开始吧。刀。作为一名老年医生，如果有什么是比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喝茶敲腿、走路扶肘还舒服的，那就是由林然打下手的手术了。这种爽感简直就像被背着跑马拉松，轻松享受人们的欢呼声时，还有清冽的风，没事摆摆臂的悠然自得，随手捞瓶水的轻松写意，又不失对冲线的期待，对荣誉的追求。哎呦，开了眼了！没想到这世界上还有医学头位数啊！之前还以为他只是个拍马屁的，原来这喂奶般的辅助技术才是最高端的马屁呀！岁月不饶人呐，稍微有点累了。宁然，咱俩换位置。好。林医生代替老王来干主刀，飞刀若是失败，最不能承受的当然是病人，其次就是主持飞刀的医生了。我反正是不信老王敢在飞刀期间让这位林医生来练手，但我想不通的是他让出主刀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老王那人精肯定是不会说的，他是直接问林医生吧。哎，林医生啊，您做主刀时缝血管的具体策略是什么？我没有具体策略。不会吧？那咱们就针对这个病人来讲呢？护士，泼一下含甘肃的生理盐水。他啊，血管稍微有点硬，就按照老年人的血管来缝吧。原来如此啊！王海洋肯定是觉得硬化的血管不好缝，所以才有了这奇怪的让位举动。那王海洋将没有十足把握的硬血管缝合让给了林医生，也就是说，这位林医生其实比王海洋更强啊！可以呀，凌然，一下就缝好了动脉，速度比上次还快。我再多缝几根。交给你了。带你来就是看中了你的能力啊！40多岁的病人，血管跟70岁老人一样。虽然我做缝合也能有7、8成把握，但手术时间可能得延长1、2个小时。凌然这小子赶上就是有把握。所谓老不以筋骨为能，我压根儿就犯不上跟这个老血管死磕。是我眼花了吗？他的动作怎么会出现残像啊？不会是在瞎缝吧？血管全都缝好了，神经我也顺便缝了。成，都交给你了哈。这就缝好了，这么快啊？成功率能有保障吗？可以了，孔医生，你们要不要自己负责缝皮？好，刚好做下确认，否则后面出了问题，再找人求救会更麻烦。这血管吻合到位，神经吻合合规，断指接骨位置准确，可真是什么都做好了，只差缝皮呀！我彻底服了。王主任，林医生，怎么了？你看，现在刚好是饭点，咱们稍微坐一下，一起在食堂用个便饭如何？以正常的飞刀模式来说，医生都是做完就走的。孔向明现在想留我，
肯定是有问题要问。那凌然，我们就在食堂吃个饭，不喝酒，吃完就赶回去。好，老王，你预计应该能有一个优良的结果吧？啊，凌然，你觉得呢？达到优的几率不会很高，良的可能性只能说稍微大了些，还有一定几率会坏死。啊，做的时候那么火，现在居然说成功率不高，坑爹呀，老王！吃饱了撑的要让出主刀，这下玩脱了吧？怎么说？是器械用的不太顺手？跟那个无关，是病人的血管和神经质量都比较差，大概得按70岁老人的断指再植成活率来估量。70岁和40岁的成功率可差太多了，万一真失败就麻烦了。哎呀，事已至此，就先把最坏的情况给问透了，好早点安排后路。断指再植后的手指，按评分来看，优和良是较为令人满意的。50分的可，手指的使用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患者和我院请王海洋来做飞刀，肯定是希望能够得到优良的愈后效果。仅仅是可的程度，我们自己就能随便做。如果这粒飞刀没有达到良以上，那就是失败的，谁都无法接受。林医生，那你认为优良的概率大概是多少？坏死呢？我待会儿好告诉患者的。能不能不要嚼了，赶紧给我吞了，好好回答问题啊！手术失败还有心情吃饭的，真是第一次见。优良的概率大概90%吧。呵呵，这是什么意思呀？林医生，你给我整不会了都！你刚才不是还说优良几率不高，一定概率会坏死吗？我是说优的概率比起良来不会很高，良的概率更大。另外，任何手术都有一定概率坏死。对患者家属说明的时候，不是要谦虚一些吗？原来凌然是这个意思，刚才还真被他给吓了一跳。哎呀，林医生，你这谦虚下去可把我吓个半死啊！以后可别这样谦虚了啊！所以说，手术不仅成功了，而且您认为优良的概率还是90%？是啊。好的，好的。哎呦，我明白了，多谢林医生的说明。我只是担心你向病人家属做不切实际的许诺。老孔，你真是瞎操心。要知道，我们林医生在云医的优良率可是95%。我的，下次做飞刀啊，老王你可还得带上林医生啊，让我们院好好沾沾95%优良率的光啊！哎呀！喂，你们知道林医生去哪了吗？林医生不是回家了吗？难不成又回来做手术了？估计你们怎么猜也猜不到。看，我一个在义元县医院的同学的朋友圈里，竟然有林医生。义元县那是什么地方？一个18线小县城，林医生去那种地方干什么？重点是这张不要脸的隔空合照算什么呀？就是，哼，我们跟林医生可是随时都能合拍的。对，等林医生上班后啊，咱们就多拍点合照发朋友圈。哼，本院的护士可不能认输。林医生来了。林医生，咱们拍个合照。拍到了，我来 P 图吧。行，我帮你。王佳，今天是有断指的病人吗？对，一名装修工人切割瓷砖的时候造成的两指离断，大概还有1个小时才能送的。这么远？从远郊送来的，但家属已经先到了。医生，你是给我老公做手术的医生吗？我老公怎么还没到？您别急，救护车还在路上呢。放心吧，你丈夫到的第一时间，我会为他采取最有效的治疗。医生，我叫何锦绣，卖农资的。我老公袁伟，他为了我们这个家拼命的干活。我爹前2年患癌走了，因为治病欠下一屁股债。袁伟他爹去年走的，也是因为绝症，这就又欠下了一笔债。袁伟为了还钱不分昼夜的干活，农忙的时候帮我卖农资，闲下来就进城搞装修，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他现在手指断了，可怎么办？你说我们家咋就这么倒霉呢？妈妈，
没想到是个如此困难的家庭。如果病人没被治好，这家人以后的日子可就难了。让尹强哥准备好，救护车一到，马上去做核磁共振。好，任务完美缝合，发挥完美级断指再植技术，完美缝合病人原尾的手指，奖励终极宝箱。老大，病人拍完片送去手术室了，你先去做术前准备。得嘞。林医生，核磁共振的片子在这里。好，完美缝合，究竟怎样的断指再植才能算是完美缝合？没有瘢痕，不科学。别说断指再植时顾及不到这个问题，就算是顾及得到，也处理不了。指骨不截短也不行，离断时截面损伤是必然的，对核无法做到原模原样。从美学的角度做到完美绝无可能。如此看来，这个完美得从功能性上来考量了。任务只要求我做到完美级，可以先不用那瓶能将技能提升至传奇级的药剂。老大，术前准备一切就绪。患者是位装修工人，对手指功能性的要求很高，我想尽可能的做好一点。咱们先做个术前小会诊吧。哦，没记错的话，这可是老大第一次做手术室会诊。今天这台手术这么复杂，大家别紧张，跟往常一样就行了。老吕，你不觉得奇怪？是有点儿，这人不会是林医生亲戚吧？过来看核磁共振。好。从图像上看，就是最基础的切割上，步骤基本没什么改良空间。咱们团队做过比这个难的可多了，只要保持正常发挥，就没什么问题。要是能采用更好的医用耗材和器械来提高完成度就好了。不过这一点目前似乎没办法解决，能考虑的已经全部考虑到了。接下来就是完成这台完美级的断指再植。更好的器械，有一个人可以提供啊。王佳，用我的手机给医药代表黄茂师打个电话。好，打过去了。喂，林医生吗？有什么事啊？我想要最好的显微手术耗材和器械，断指再植用的，你们能提供吗？当然，我们昌熙医药公司目前有的显微手术耗材与器械都是优中选优的。不考虑医保名录，也不考虑价格，你能拿到的最好的耗材和器械是什么？最好的那就是美敦里的了，国外大厂的进口货，种类多，标准清晰，质量够硬。我正在做手术，你半个小时内能送到吗？半小时，我尽量吧。必须要送到才有意义。好，一定给您送到。我已经在拿货的路上了。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你说。我没钱。我想要个试用名额，没问题吧？没问题，您等着我就成。林医生，真有你的。还好及时想到了。所谓完美手术，不全是由手术过程来决定的，要想效果好，耗材和器械可是非常重要的东西。进口耗材和器械的核心问题是价格，以患者目前的家庭状况根本负担不起，病患用不起，手术又非要用，那就只有一个办法，试用。医药公司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为了尽可能的推广药品和医疗器械，一般都会给认识的医生提供一些试用机会。林医生，器械差不多该送来了吧？林医生，这是美端里的器械和耗材，一个姓黄的医药代表给你的。免费的吗？还说半个小时尽量，结果20分钟就送到了。黄茂师还真是厉害啊！这下完美级的断指再植，再无其他问题了。怎么办？妈妈，接下来该怎么办？原伟如果残废了怎么办？欠下的那么多债务怎么办？如果原伟的手指真的坏掉，他就无法继续工作。我不仅得自己一个人还债，还需要照料家庭。村里的风言风语不可避免，我能承受得住，原伟也可以。但孩子，我们家已经完了吧？医生，手术结果怎么样？原伟他还能不能？放心吧，
手术做得很成功。你是？霍主任，我在监控室里都看到了，林然，这例手术简直堪称完美。你是主任，直接告诉我，我老公的手还能不能好？手指头以后还能不能用？我说了，手术很成功，只是在后续的恢复方面多下点功夫，就完全不用担心。太好了，谢谢主任。来，快给主任鞠躬。别，治病救人本来就是我们该做的，赶紧去病房看看病人吧。太好了，太好了。吕文斌，这例患者林然怎么这么上心？难道是他家的亲戚？不是吧？应该只是觉得患者的家庭困难，想尽可能的帮下忙。林然用的东西可不在医保名录，全自费的话，病人直接破产。再说试用品哪有一次直接用一整套的？要是他用习惯了进口货怎么办？听来听去，总算是听明白了。主任明显是更担心林老大以后想直接改用进口器械啊。这次情况特殊嘛，我看林老大应该还没有用惯手，他还是更喜欢原来那套常用的国产的。他最好是，要不然咱们急诊科可就养不起了。对了，再有人问起这个事，你就说林然是在搞科研对比。得嘞。这个病人多关注一下，用了这么好的材料，得看看效果有什么不同。好，霍主任怎么不去跟林老大说这些？还不是担心被讨厌？林老大平时备受主任的宠爱，仅仅是因为用了一点医药代表送来的试用品，就被追着问的话，肯定会烦心的。对呀，该烦心的是林老大，我替他操心什么？又不是我用的，好不公平啊！明明是林老大做的决定，背上压力的为什么是我吕文斌啊？目前病人出现了什么情况没？水肿有没有一点消退？根据我的观察，饱满程度以及手指的颜色是……医生这查的是什么方？弄那么详细，哪还有工作效率？这么查，一天才能查几个？吕医生来了。我就是来看看，你这是在记什么？我想比较一下经期几台手术的病人们的预后情况，写一篇论文。厉害啊！你写这样的论文能发 SCI 吗？医生的论文能力可不是盖的。上一篇文章发去了英文期刊，另一篇也报告过审了，再加上这篇，光我知道的就已经有3篇了。不用发 SCI， 发一篇核心期刊就好了。啊？只是发核心期刊啊？我还说啥呀？我自己连核心期刊都还没上过，今天好像不是很顺啊，撞邪了吧？云华医院随着这样一则公告的出现，各大科室陡然间肉眼可见地忙碌了起来。工程院院士大约是一名国内医生所能得到的最高褒奖。如此重要的人物来访，云华医院不得不重视起来。能借此机会成立大急诊中心，当然是最好的，但这个目标比较远大。暂时来说，我院只要能够……谁能在祝院士面前混个脸熟，在院内平步青云就不是问题。要是还能得到他的支持，梦想的大急诊中心还不是轻松搞定？我们急诊科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祝院士今早到院，和领导开完会，参观完手外科、骨肿瘤科之后，骨科、脊柱外科、急诊科都有可能是他的参观目标。我是上午9点开始有手术，如果手术有问题，就得耽搁到午饭时间。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就没法在午饭期间偶遇院士，这就等于放弃了千里迢迢送来的机遇啊！那个周医生，我这个腰啊老毛病了，咱俩能不能换过今明2天的手术啊？可以啊，4个代班起步价。不是老周，你又不想去结识院士啊，就把这机会让给我呗。还讲价呀？那边也有人想换，你要就5个拿走，再晚点可就不止5个喽。5个调休换这么1天，简直是丧心病狂啊！该去复健室看看了。有一点不适是正常的，
要记住，保温最重要，情绪不能激动，还有不要抽烟。怎么样了？恢复的挺好的。多亏林医生手术做得好，快谢谢林医生救了你爸。谢谢林医生。不用客气，做好手术是我的职责。让我也看一下吧。这玉盒是甲级玉盒。您是哪位？要是能把拍的片子给我看看，就更好了。拿下片子吧。非常好。你就是主刀医生，能不能说说你是怎么做的手术？你们没看错吧？真是往这边来的。祝老，您怎么先到复健室来了？院长他们都在找您呢。祝老，他就是祝同医院士。值了，林然的断指再植优良率好像一直很高。哼，我做的骨科手术优良率也很高啊。惊醒登场打骨折一只，给祝老展示一下真正的技术。大概就是这样了。手术恢复得很好，我已经知道了。我还想听听手术过程。林然，快给院士好好讲讲。好，我就是按照一贯的手法正常操作，采用正序的缝合策略。清创用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因为病人的血管栓塞比较严重，这点有些出乎意料。继续。还有就是，林然这小子还不知道，国内目前断指再植手术的好些步骤都是受了祝老的影响，被祝老改良过。如果林然有什么步骤不合适，能得到祝老的指正，手术水平将会一日千里。整个手术的过程就是这样了。是正常的断指再植，本来就是台正常的断指再植啊。但你的手法很好，所以才能做一台这么高标准的断指再植出来。林然这小子有福啊，能得到祝老的认可，以后将会前途无量。慢着，祝老这个眼神，难道是想……林然可是我们云医急诊科的核心力量，手法自然没得说。就是有点太好了。太好了，难道是问题吗？技术好怎么可能是问题啊？对了，这一排的病房里全是断指再植的病人吧？是的，断指再植是我们非常重视的项目，加上病人确实很多，我们便想方设法的增加了病床数。上次申请增加病房后，国内现在在病床数上能超过我们云医急诊科的都屈指可数呢。病人平均住院时间大概是多久？就目前来说，大概在40到45天左右。这种类型的病人需要长时间的休养康复，但目前各大医院都将病床周转率看成是核心目标，大家都在想尽办法将病人快速送离。你们采用长住院的方案是有优势，因为急诊科是医院唯一不需要考察病床周转率的科室，有条件像你们这么搞的可不多。林医生，我这有位体育明星的运动损伤案例，对主刀大夫的技术要求非常高，所以始终没有定下人来。你想不想试一试？我果然是这样。任务完成，完美缝合，奖励终极宝箱。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先试探一下吧。祝老是要做指导手术吗？方案已经做好了，就缺一名合适的持刀医生。林然以前没有参与过这种手术，不一定能适应得来。他的技术是好，但因为这个，他做助手的时间其实很短。不知道这样适不适合去做指导手术？适应环境很简单，难的是技术好。我听说你汤法做的也很好，我们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正在培训，就是为了准备做那台足部肌腱手术。你不想来试一下？祝老知道林然汤法做得好，难怪他不去和院长开会，偏偏跑我急诊科来，就是专门冲着林然来的。我只做过手部的肌腱手术。没事儿，你基础那么好，强化练习一下，几个月的时间足够了。你一边练习，还可以一边在我的研究中心做手术，很方便的。我那里病人又多，条件又好。完了，
祝老已经明牌在跟我抢人了。云医虽说在昌西省内算是头部的医院，但离全国顶端还有着相当大的距离。祝老的研究中心，尤其是在骨科方面，在国内可是独占鳌头，良禽择木而栖。林然没理由拒绝吧？我愿意担任那台手术的主刀，但我想留在云医练习。生活要怎么过？绝望的我。云医的条件很好，环境又熟悉，我不想去外地。打开终极宝箱，获得新技能根腱修补术完美级。根腱修补，我已经完全掌握了。我们医学中心的肌腱修复，在国际上也算有点小小的名气。你可以先到我那儿待一阵子吗？不必，我留在云医做练习就够了。但得麻烦祝老帮我找些病人来，最好是不同类型的跟腱断裂病人。这可是祝老的指导手术啊，是你讨价还价的地方。这小子这样乱来，显得我们云医很不懂规矩啊！我从军怎么带的人？不如这样，你先跟我去研究中心看看我们的手术与操作，然后再决定在哪里练习，如何？麻烦了，院里的医生们为了露个脸，恨不得把数学题都拿出来问祝老，而现在祝老提出的条件更是一般人无法拒绝的。林然，林然这小子在祝老那儿露脸了，还依然想着我，泪目啊！既然林然的心在我这边，那便没什么好怕的了，就让他去历练历练吧。林然还是过去吧，但不要一个人去。吕文斌，你跟着林然一起去北海进修，协调好一切事务。我这里只有1个名额哦。吕文斌的费用由我们自己来出。好吧，这种事简直闻所未闻。咱们云医急诊科很快就要上各大新闻的头条了。那就后天吧，你们先去，我考察一结束就回北海找你们。林然你就放心过去吧，家里这边不用操心。儿子，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在外面随便吃东西，工作不要太晚，不舒服就早点去看医生。妈，我不是小孩子了，而且我自己就是医生。在妈妈这里，你永远都是小孩子，在外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别仗着自己年轻就熬夜，早睡早起身体好。老公，要不你把车给儿子开过去，儿子有自己的车，怎么说也方便点。就凌然那小破车，开去北海做什么？又没牌照，都不知道停哪儿。老婆，你别没事给儿子找事儿嘛。那怎么办？咱儿子这么好看，别再叫人给拐走了。林医生，吕医生，欢迎来到北海。我是老师安排来接你们的薛浩初。这里就是有名的福原体育场了，国家田径队、篮球队、羽毛球队、垒球队等多支队伍都很喜欢来这里训练。我们研究中心也担负着运动保健的任务。林医生有喜欢的体育明星吗？我可以帮你要下签名。没有特别喜欢的。不用客气，他们不忙的情况下是愿意给签名的。你要是运动保健做得好，还会有明星主动出钱雇你。你看，那边就是咱们北海羽毛球队的主力。不像是有病的样子，看起来很健康。人家本来就很健康，你别乱说话。运动员很忌讳这个的。健康的你让我看什么？不是让我来给一个体育明星做手术吗？你总得熟悉一下环境，休息2天吧。我专程跑到北海，可不是来休息的。哎呀，老大，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里又不是云医，你就听人家安排，先熟悉一下吧。手术呢？别急嘛，咱再等等。手术呢？休息2天而已。别休息了，你去找研究中心的人问问，如果还是没手术安排的话，我就回去了。
别啊，李老大，咱们是派来进修的，就算没事做，进修的资历也能拿到。现在回去的话，我要这进修的资历做什么？我要做手术。薛好初老师，咱们后面怎么安排的？上次明明说只休息2天，今天都已经是第4天了，再不安排手术，我们老大就要回云华了。老大，回云华？一个实习生而已，好大的谱啊！什么意思？曲医生，你先……朱主任推荐一个实习生来做手术，本身就是一件可笑的事情。跟你说实话吧，这几天就是我故意晾着他的。你，曲医生，我几天前就把老师发过来的视频转你了，你难道没看？视频我扫了2眼，没什么意思。您再仔细看看吧，毕竟老师他认为林然具备执行手术的水平。主任之前那个方案根本没法执行。刘维辰不是要做普通的跟腱修复术，他以后是要跑100和200米的。主任那个方案风险太大，几乎无人能做。一旦失败，刘维辰的运动生涯可就结束了。我问你，你口中那位实习生老大，也许视频里的技术确实不错，但那只是手部手术，他有做过足部手术吗？据资料显示，一例都还没有吧？曲医生调查过林医生，那应该看到林医生的优良率了吧？断指再植已经是显微手术领域的尖端了，做足部只会比手部更简单。没错没错，我老大的成功率可不是吹出来的。况且林然的确是老师钦定的人，把他气走了，老师回来后咱们都不好交代。这样如何？先把他喊过来，曲医生你带着做2台，有状况咱们再讨论。行，你让他来吧。有手术做了吗？有啊，你看一下吧，想做哪个病例就做哪个。被这惊人的量给吓傻了吧？云华来的，就看你怕不怕。在云医虽然可以通过主任从多个病例里面筛选自己想做的，但一般可供选择的也就寥寥几个。院士这里的确不一样，这海量的病例可供选择，真是太幸福了。不对啊，他怎么看上去那么期待的样子？虽然如此，但我毕竟初来乍到，方方面面都需要适应，还是求稳为上。我们就做一个最简单的病例好了。还不是只会挑简单的。好，那我们先开个术前讨论会吧。综上所述，在我们研究中心，跟腱修补的最低目标都是优，得到良的话就等于是不合格。我们中心用就用最标准的操作模式，每一步都得符合国际规范。你们小地方的操作可千万别在手术过程中乱用。手术这个东西啊，是最看重能力的，能力要是不够，干扰我主刀的操作，我随时可能将你换下。到时候不要觉得我是针对你，咱们就事论事罢了。林医生，你怎么不说话？我没什么可说的。这家伙在拽什么呀？老大有事才会说话，没事绝不废话。没和他打过交道的，估计很难适应，得帮他匀下场。林医生这是完全赞成曲医生说的，就采用最标准的操作方法，必须追求优以上的成果，做不到就随时换人。林医生是绝对赞成的。要求都合理，意见都中肯，只要能做手术，怎样都行。这都中肯，必须要优以上啊！我不信你看不懂，这是曲医生在故意刁难你。好啊，那就看你能否顺利拿下这第1台手术吧。我再复述一下情况吧。病人女性，38岁，闭合性跟腱断裂，辅助检查提示跟腱连续性中断。我们先做手术探查，再决定按照哪个方案来进行。总算能开始手术了。刀，拉开，拉开。组织前，组织前。节奏完全在我的掌控中。生活很好，
手术的节奏完全处于我的掌控之中。这一步的动作，没什么可挑剔的。我是不是真有点小看这小子了？李润，林医生，给。我话都还没说完，他为啥就已经拿到盐水了？我团队里的护士怎么和他配合的这么好？抽，吸，动作很敏捷，也非常到位，可是就感觉很怪，又一时半会儿说不出来到底哪里怪。处理皮下组织，保护间隙膜，保护小隐静脉，保护非常神经。从做手术开始到现在，没有一次想要骂人的念头，怪不得觉得奇怪，原来是手术做的实在太顺了。我刚想到什么，他就已经开始做，甚至都给做好了。这样的手术可以说是舒适到了极致。如果非要打个比方的话，简直就是刚要夹菜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将自己想吃的菜送到嘴中了。真是吃得舒心，吃得爽啊！这手术做的舒服归舒服，但我所追求的才不是什么舒服的手术。我曲某人要的是具有难度，然后被我一点一点征服，那种做完后回味无穷、富有成就感的手术。今天的手术比起全程顺风顺水，很快就能收工。其实我更期待的是能看到你犯一点点小错误。毕竟上级医生的权威都是建立在下级医生的错误之上的。压根没做过足部手术的小城市医院实习生，第一次在我曲某人的手下做如此正式的手术，下面的环节你到底会不会犯错呢？接下来要开始缝合了。好的。对跟腱做加强缝合时，需要助手先将略显萎缩的跟腱给捏出来。看他现在的姿势，又是我一动手，他就会马上把跟腱给捏出来的样子。那我术中临时改变方案，不用加强缝合了呢？这小子会不会一下子无法适应，从而犯错误？实在是想看他出错出糗的样子。不行，就为了看助手出糗而置病人于危险之中，这种事情有悖医德。我曲某人好歹也是名专业的外科医生，怎么能让心中的恶魔占据高地？把跟腱给扯出来吧。好，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曲医生用的是改良版的开斯勒法，没问题，我依旧知道怎么配合。这你也行？我就偏不信了。竟然，你知道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吗？肌腱剥离器，游离拓肌腱用的。你会用吗？会的。很好，那你来做吧。给。好，我开始了。喂，不是吧？这个步骤的操作，就算是看书也有4、5页，看完都要几分钟，可他咔咔2声就搞定了。肌腱剥离完成。做的还可以，准备一下2号线。接下来开始正式的缝合吧。常规的医生配合中，医助能跟得上主刀的节奏就已经很不错了，而这小子不仅能完美跟上节奏，甚至还能预测到我下一步的操作。现在的感觉就像是我拼命的在跑马拉松，他却很轻松的跑在我前面，还不停的递水递吃的过来。我曲某人好歹也是在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里坐稳位置的人，怎么能接受这样的投喂？生活要怎么过？我曲某人好歹也是在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里坐稳位置的人，怎么能接受这样的投喂？我加速缝合，你还能跟得过来吗？不加速。加速难不倒你是吧？那我突然减速呢？同频减速。就真的没什么操作是可以难倒你的吗？正向操作，正向同频；逆向操作，逆向同频。哎呦，刁难半天，把自己搞得好累，这小子反倒一点事儿都没有。手术的每个步骤都有人给做好前序准备和处理后续，这种被投喂的感觉也还挺不赖的嘛。算了，不折腾了。早点做完手术好了。缝合完成。
是不是我的技术升华了？这创口缝合比之前的看起来都好啊！不枉到中心以来这几年的辛苦，头发都掉光了。技术总算是从量变产生了质变。不对，真正的原因是有这家伙的完美配合，和他在一起的手术产生了1+1大于2的效果。今天就先这样吧。啊，曲医生，林医生，刚才手术的过程我录了视频，发了一份给老师，也同步发了一份到你的邮箱。好的。可恶啊！这是我的第一台跟腱修补手术。仔细想来，跟腱修补和手指的肌腱修补虽相似，却又不同。相比于手指肌腱，跟腱的肌腱要粗大很多。跟腱修补不需要显微眼镜，纯肉眼都可以进行缝合。跟腱是人体受力最大的肌腱，尤其是在绷紧了脚步跑步的时候。也就是说，跟腱修补的核心困难在于使用强度大，怕断裂。对于普通人来说，跟腱修补之后，只要遵守医嘱，成功率是很高的。要是换成运动员的话，情况就复杂得多。运动员要求的可不只是正常生活而已，越是厉害的运动员，对身体的使用就越趋向于极限。我拥有完美级的跟腱修补术，给普通人进行跟腱缝合已经是绰绰有余。但是面对去挑战极限的运动员们，尤其是明星运动员、顶级运动员，现在水平也许还不太够用，得好好梳理一下今天的手术心得，找到可以优化的地方才行。喂，林医生，老师回来了，他让你过来一下，有个病例，咱们一起选个方案。好的，马上到。老大，那个曲医生好像有在祝老面前赞扬你，咱们应该要苦尽甘来了。咱们什么时候苦过了？从云华到北海千里迢迢，来了就被人给刁难，吃的又不习惯。云一那边的人还把我用老汤煮的毛豆都给吃光了。对了，老大，我出来得及，帮我拿件白大褂穿吧。我去哪里帮你拿？那边，你帮我跟护士站借一件。你怎么不自己借啊？我去借了，但他们不给，说没有合适我的尺码。你好，请问你们有剩下的白大褂吗？我想借一件。你是云一来的林医生吧？有，我这就拿给你。林医生，我们能加个微信吗？这待遇差的也太远了吧。朱院士。你们来了，那开始开会吧。病人曹飞，年龄32岁，4小时前受到外伤，右脚足跟疼痛、肿胀，不能活动，目前神志清楚，无昏迷和意识障碍，否认恶心呕吐，否认胸闷心慌，否认2便失禁。季医生是复旦毕业的知名骨科医生，非常有经验，他来做医助，随时查医补缺。林然啊，我给他个权利，可以随时叫停你的操作，没问题吧？祝老的意思是这台手术让我来主刀？没错。生活要怎么过？季医生，要不你先给林医生讲讲。那咱们边看片子边过一遍患者的急亡史、个人史、家族史以及体格检查情况吧。不必了吧？我主刀的话，需要自己来做一遍检查。不想听听影像科的磁共振解读吗？我都自己看的。影像科的医生都是普通专科医生，我的大师级核磁共振专精技能用出来效果再怎么也不会比住院医差。既然我做主刀，就不容有失。自己就能做核磁共振的片子阅读，且看这个林医生能读出多少讯息吧。自从有了大师级的核磁共振阅读技能以来，还没一次性看过这么多片子呢。大师级核磁共振阅读启动，损伤程度介于1型到2型之间，只需一台普通的跟腱修复手术即可，采用基础的端端缝合，从下方这里切入。阅读出的信息完全正确，顺道连手术具体要怎么做也一并说明了。这林医生
的确如主任所说，有点本事啊。那林医生，待会儿就拜托你跟季医生了。好的。吕文斌，走，手术区换衣服。啊，主任，这位林医生，有信心的很啊。那就这样吧，我一会儿也去视教室里旁观。这场手术你一定要监督好他，有问题随时叫停。啊，那个凌然又要做手术了，而且是以主刀的身份，他才20出头啊，这么狠吗？嗨，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呗，自家的白菜随手乱丢，野白菜捡回来就当个宝贝。哼，万一真是个神人呢？不如一起去视教室看看。走啊走啊，一起。又做手术了吗？凌然到底能不能顺利通过主任的第2次试炼，然后参与到那位体育明星刘微臣的手术当中？让我再次见证一下你的实力吧！大家快看！林医生，我帮你整理一下手术服。林医生，谢谢清单您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需要再增加的？林医生有什么手术习惯吗？术中需不需要喝水？不是吧，咱这儿的护士什么时候跟林然这么要好了？我们是来看你做手术的，不是来看你泡妞的。好气哦！这该死的魅力也是你实力的一部分吗，林医生？林医生，现在应该怎么做？现在的话，给我笔，我画条线。老大，这个是怎么分的？什么怎么分？画线啊，你画了2个颜色。哦，黑色的是切开线，白色的是指击臂断在了这里。这是林医生没有依靠影像科的资料，自己现场阅读片子读出来的。如果没有影像科的资料，单纯只看片子，我反正是读不出来这种信息。我要收回之前的话了，这家伙可不仅仅是有点本事就能形容的了，而是非常强啊！吕文斌还有点不清楚状况，这季医生是紧张还是怎么的？为何突然开始流汗了？还是把情况说得再清楚些吧，让他们少点压力。从磁共振上来看，在 T1 加权、T2 加权上，肌腱内呈局限性高信号，肌腱束内比较毛糙、不规则，这是部分损伤的特征。位置则从 T2 加权上可以看出，当它的信号显著增高时，就是撕裂最明显的部位。都清楚了吧？清楚了就准备开刀了。拉开。难道手术已经开始了？才1秒不到就切开了呀，这速度也太快了点吧！林医生，医生还不习惯老大的节奏，还是得我这个二柱多出力啊。老大可不是那种自信不足的外科医生，要不停的向助手确认这个确认那个的。老大向来都是该做哪个就做哪个，是典型的一人做类型的医生。自然而然，跟着老大最久的我，逐渐也变成了这种类型啊。我会采取端端缝合，就是曲医生前日所用的那种改良版开斯勒缝合法。哦，好。真后悔当时没仔细听影像科的说明，否则我也能够判断出正确的位置，现在就不会一步慢步步慢受制于林医生了。绝对不能给主任丢脸，得想办法追上林医生才行。端端缝合是最简单的缝合形式之一，只要从这里入手就能跟上节奏了。看到了没？屏幕上的林然居然缝出了残影。不会吧？是不是显示器卡了？视教室的显示器怎么可能会卡？这才是凌然的可怕之处啊！上台手术时，我还想用这改良版的开塞勒法震慑他一番，没想到他竟然也会用，而且还用的比我娴熟这么多。过分了，老铁，实在是太过分了！穿一根10号的丝线。好的。林医生，之前用的都是4号线，这10号线比4号线可是细了3倍都不止啊，能行吗？必须用10号线。断端不整齐，还用4号线继续拉的话，修整后会有缺损的。在一个断面上，4号线总的拉力是上升的，但是要分开的话，拉力就不如单根的10号线了。另一方面，由于根腱的弹性比较大，我们强行将断开的根腱拉到一起时，它会暂时的屈服，但等我们放开手后，它又会更加强而有力的缩回去。
如果裂开的跟腱本身参差不齐，我们却只用一根线缝的话，跟腱在强力弹回的时候就更容易断裂。解决办法就是对裂成不同节的跟腱分别用与之匹配的线来缝。什么？这怎么可能啊？开玩笑的吧？哦，怎么了？现在什么情况？主任，您能看出断端不整齐吗？线那么多，树也根本不清楚，最多只能看到有一些毛梢啊。也许是根据磁共振片子来判断的，从血管分布方面来考虑也是有可能的，只是非常复杂罢了。这都快成玄学了，好吧？林医生他缝合的那么快，怎么可能比我们看的还细致啊？而且就算是看出来了，他怎么知道该用几号线来弥补？这完全是在赌了吧？或者他仅仅靠的是直觉？既然猜不到，我们就直接问一问吧，大家就当是场教学手术好了。林然，你是怎么判断出断端不齐，然后要用多大力的线来缝的？我是用手拉着感觉出来的，就像这样。感觉怎么能作为手术的参考啊？可以的，因为我平时经常给人做推拿，理顺肌腱、筋膜或者肌肉之类的。推拿中的推法和拨法就是专门用来针对筋的，而狭义上筋指的就是肌腱和韧带。这些东西在我手里一搭，基本就能估计出牵拉的力量了，跟实际不会相差太大。你开玩笑的吧？并没有。你要是真能凭感觉就判断出来这些信息，那也太厉害了。现在这里要用3-0的线了。仔细一想，其实我自己做跟腱手术时也凭感觉操作过，在看过林医生的技术之后，我相信他所言非虚。林医生，你还记得自己的职责吗？现在是不是该叫停手术了？我说曲医生，清楚现场情况以及有权利叫停的人都是我，你在那边看着就好了。一惊一乍的，要是影响到了工作人员和患者，导致手术失败，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你4号线。手术中心无旁骛，处变不惊，不受任何外界因素影响。林医生是真厉害啊！可以冲洗了。好，怎么有问题？不是，没有一丝渗血，剑鞘的缝合实在是太平整了。我只是好奇，林医生，你是平时都能缝成这样，还是偶然如此？平时都这样。哎呦，林医生还真是直接啊！大师级的对接缝合，也许在普通的清创缝合中显不出优势，但到了坚硬又贴合感差的跟腱缝合时，优势就十分明显了。那我也直接一点好了，你这个缝合是怎么练出来的？缝香蕉。用香蕉来练？真的是我理解的这样？很难理解是吧？那就对了，老大的绝活还多着呢，这才哪到哪儿啊？缝合全部完成，检查一下，然后你们来打石膏吧。好的。慢着，这种感觉不对啊！我怎么和林医生的跟班吕医生一样，打个石膏都好像成了林医生的奖赏似的？林医生确实有实力啊！无辈楷模，咱们都得向林医生看齐才行啊！怎么样，林医生的表现超出你的预期了吧？这种关键时刻一旦点头，刘微臣的诊疗就易手了。但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撒谎，我曲某人也做不出来。我觉得可以再做几次观察手术看看。刘微臣的手术要尽快进行了，我们不能无休止的做观察手术啊。刘微臣应该也想看清楚主刀医生的实力，再进行选择吧。不如我们叫他自己来看看再说。可以，那择日不如撞日，现在就叫他来吧。于医生，今天不是定期检查的日子，怎么也叫我过来啊？哎呀，微臣你来了呀！这位是凌医生，我们想一起探讨一下你的情况。这位凌医生可是祝主任专门邀请来咱们研究中心负责主刀你手术的，今天还特意做了一例练手，表现得非常出色。凌医生好。你好。按道理来讲，今天你展现出来的水准的确非常惊人，但微臣的手术实在是太复杂了，难度极高。我作为微臣的主管医生，还是有点担心啊。我就直说了吧，我是宁愿手术失败，
也不愿再冒着跟腱断裂的风险继续体育生涯了。对我来说，手术失败和做一台只有8分的手术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所以嘛，我才希望林医生你能多做几例相似相近的手术，好让我根据手术的客观情况来进行总评分。若是总分达标，那微臣的手术就放心交给你来做；总分不达标的话，那不好意思，我们还要再想办法另请高明。这样的确更稳妥。对吧对吧，至少先做个5到6例。如果要有一个稳定的状态，做个7到10例手术也是应该的。10例手术是吧？没问题，我现在就可以开始做。什么时候能见到病人？我马上就给你安排。太好了，1个小时后能行吧？我先去吃个饭。等一下，你就不想问问允许你给刘微臣做手术的具体要求吗？不想问。为什么？因为我无所谓啊，是霍主任和祝院士安排我来这里主刀做手术的。如果病人自己不想做的话，我也无法强求，毕竟我又不是他的主管医生。这小子，自从我的脚伤了以后，想要给我做手术的医生不计其数，还从来没有一个像他这样持着无所谓态度的。我说林医生，刚才说了一大堆，都是要你先做好10例手术之后，才能做刘微臣的主刀。你到底明白了没？明白，让我多做多少例都是可以的。你说什么？我说只要有手术做，让我多做多少都可以。就是说你的目的只是单纯的做手术，随便是什么手术？可以这样理解。你知不知道，如果你给刘微臣做手术的消息传出去后，想请你做手术的人瞬间就能挤爆整间医院。如果你真的想多做手术，就应该想方设法的给刘微臣做一台无比成功的手术才对。没用的，病床根本就不够。病床不够是什么意思？在我们云医，我平均每天只能做3例断指再治，想多做也没机会，因为一名病人在入院40天左右之后才能出院，而我们科室在加床以后也才只有100张左右的病床而已。每天3例？凌然在云医几乎每一天都能做10到12根断指的。病床不够，原来是这么个意思。我曲某人也是做显微手术的，一天做10例断指，正常医生早就累死了。不是累死也做不完，精力充沛时平均2小时1根，但人可不是机器啊，人是会累的，手术做多了后，越到后面就越没效率，持续做到第7根都已是地狱级的挑战。至于10到12根，简直是无法想象的领域啊！想做手术又不缺手术做，那李医生你来我们研究中心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于公是单位安排，于私的话，我也想看看骨关节和运动医学中心的发展，并了解一下你们是如何做手术的。那林医生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呢？我都行，听曲医生安排呗。我一定尽快联系好，保证你有手术可做。那就这么说定了。我无所谓啊，我没关系啊。你是没关系，没所谓，但我有啊。在研究中心时，我要总统套房标准的病房都得给我准备好，什么合理不合理的要求，曲医生都会配合。但这个灵然，现在我连自己下个床都这么费劲，要完成最好的手术方案，让我重返田径赛场。连世界第一的骨科医院梅奥诊所也找不到主刀能执行，难道最终只能选择姑息方案，用1年恢复期换取半年左右的高运动能力？之后听天由命，亦或是半年恢复期换取3个月及以下的高运动能力，然后准时退役？我不要！死马当活马医吧，只能把宝压在这个林医生身上了。曲医生，听说了没？听说什么？凌然已经做了6例了，跟腱修补术。是啊，做了1晚上，停都不带停的。曲医生，曲医生，从昨天送来的第1个病人开始，一直做到现在，开玩笑也要有个限度吧？打听了一下，听说林医生在云医的时候就是这么干的。
凌晨3点做手术都是常事啊。林然准备做到什么时候，知道吗？林医生把剩下的病人都先排好次序了，估计是想把排队的病人都给做完吧。我总共就找了10例啊，他这是要一口气就把这10例全给做完。可不嘛，他自己带来的助手早就累趴下了，后面的助手都是直接在咱们这边抓的壮丁呢。这个林然眼神是怎么回事？冲洗吧。来北海之前，每天在云一只能做1-2台手术，现在一下就有这么多手术可以做，真是太爽了。从小手术还一副感觉很爽的样子，这家伙简直是个手术狂魔。许医生，祝主任现在在办公室里，让你去一趟。主任，您找我？是微臣要找你。曲医生，林医生做了1个通宵，我也在这里看了他差不多半个通宵。现在我决定了，就由他来为我主刀这台手术。微臣，你急什么呀？他10例手术都还没做完呢，你这样子搞，消息很快就会传出去的，到时候让队里局里的领导怎么说？领导？无所谓了，我就要选林医生。刘微臣加油！微臣加油啊！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凯西老师。刘微臣的新闻想必大家已经看到了，但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相较于国外的医院还是有些差距的。刘微臣选择这里的真正原因就很耐人寻味了。我认为没有什么是比自己的身体更重要的。这种情况下一定不要受其他因素影响，应该去选择最好的医生。微臣，我就说不该急着发布吧。你看现在消息传出去后，整个社交媒体被瞬间引爆了，各种猜测层出不穷，得再讨论出一个策略出来。现在还能追加开个新闻发布会吗？或者安排多做几个采访？总之先把风向给摆回来。凌然医生准备好了吗？什么时候能开始手术啊？我们研究中心是没问题的，现在是体育局那边可能还需要再协调一下。所以我才说太仓促了，得先给体育局的领导通通气才是。我在驻同医院室这里看病，他们难道不知道吗？知道归知道，但也得汇报呀。你可是田径队的台柱子，是一栋房子的大梁，大梁动手术，不得先让柱子底下的人同意吗？动手术是我个人的事，不需要先经过其他人的同意。曲医生，林医生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过来啊？林然现在还在做手术呢，已经给他通知2遍了。啊，马上就要做微臣的手术了，他怎么还去做其他的？会不会有什么变故？林然他……算了，一会儿主任就来了，你们直接问他吧。林医生那边快要结束了，虽然今天的手术排得很满，但林医生清楚你的情况，也是比较有把握的。他只是想先将其他安排好的手术一起做了，再专心致志的给你做手术。都等了这么久了，再多等一会儿也没事的，我等得住。既然决定了要做手术，我就先跟你确认一下术前准备什么的。提前1天禁食有做吧？这是为了避免全麻以后食道中的食物流出来堵塞气管，造成危险。这些曲医生已经确认过了，朱老，我现在只想知道林医生给我做手术的成功率究竟能有多少？魏晨啊，那我先问问你，无论风险如何，你都要尝试重返赛场吗？刘微臣，微臣，你肯定会完全康复的，养好伤，再战征程。刘微臣加油，永远爱你。如果你愿意退役，我们就采用保守的方案，无论谁来做，都能保证再断裂的风险低于30%，术后基本与常人无异。如果想尝试再战田径场，即便是林然来做，风险都会高出2倍以上。是，数据我早就知道了，我只不过是想在您这里寻个心安罢了。我来了。这兔子帽又是哪个护士送给你的？看来你心情不错啊，还能开玩笑。手术是采用祝老的方案吧？是。方案的风险应该是知道的吧？行，我先给你做个体格检查吧。体格检查专精，技能发动。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收缩压、舒张压、甘油3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总胆固醇、白细胞、红细胞、血红蛋白、血小板正常。各项指标正常，
可以进手术室了。啊？现在就做手术吗？不然呢？于领导还没来呢，我们还有这么多的粉丝，总得先见一下吧。微臣的家人刚刚回去拿换洗的东西了，到时候人回来了我怎么说？任务：崭露头角，最大限度恢复病人刘微臣的跟腱功能，奖励每恢复5%的跟腱功能，奖励初级宝箱1只。我现在状态很好，2个小时我就把人给你送回来。病人身份已经验明，可以麻掉了。准备都做好了吧？一切就绪。很好，开始吧。这么快，林医生，你当真是抢跑呢？拉开。是。啊，段端的情况不太乐观呀。段端是马尾状的类型，在肌腱断裂中，马尾状可是最糟糕的类型啊。这我要怎么？主任，现在该怎么办？这种情况的话就剪掉吧。是啊，这种马尾状肌腱，如果患者是普通人的话，还能用来做加强缝合的材料。但患者可是明星运动员刘微臣，这种完全不足以支撑高强度训练的肌腱，就纯粹是无益了。微臣的肌腱剪了得有多少啊？差不多3厘米左右吧，或许还不止。哦，那他这样还能继续跑起来吗？如果缝得好的话，就不成问题。主任这话里有话呀。看来是要采用 A 方案了。A 方案可有点变态哦，能行吗？ A 方案怎么变态了？主任的 A 方案是有严格的血供要求的，这样才能保证缝合以后的肌腱强度。血供要求很变态吗？当然了，因为跟腱内侧的血供是从颈后动脉来的，缝了3到4个的穿动脉，肉眼是几乎看不到的。跟腱外侧的血管区也差不多，只是来源是腓动脉，缝合时你得把它们都绕过去。那到底得绕开多少根血管才行啊？至少也要绕开8根小血管，还有无数的小动脉、小分支，起码得做到这样，才能保住跟腱周围的血管网。血管网保得越好，跟腱的营养供应量就越大，也就越能更好更快的恢复。主任是希望在一台开放性外科手术中得到微创性手术的最终效果。想法挺好，要实现我觉得不太可能，这太理想主义了。这难度就算是推到10年后，我都觉得不行。避开全部血管网这种事，你敢信？就算是现在那达芬奇之类的机器把血管网全部标记出来，该切断的还是会切断。每个人的血管位置都不一样，哪里是那么好避开的？我记得主任当时说过，最后要确保恢复血管网的话，遇上不小心切开小血管太多的情况，就要额外再做血管缝合。其实人体的小血管都有代偿能力，就算被切开，只要过一段时间，人的身体就会重新配置血管，小血管是会自己重新连接上的。主任是觉得自我代偿太慢，影响运动员的恢复速度与质量，可刘伟成需要手术的位置偏偏就是人体供血最差的地方，在这里进行破坏性手术，还要高速而有质量的恢复效果。如果没有一位能够创造奇迹的外科医生的话。林医生，跟腱缝合完成。这台手术的核心虽然是跟腱缝合，但难点却在于血管网重建。咱们立刻开始吧。这些支离破碎的血管实在是太复杂了呀。的确，不过要论血管缝合的话，我还算是有点小心得的。刚到云医实习时就缝了老鼠的尾巴，近期常做的断指再植其实也需要血管缝合，虽然血管数量没有现在这么多，但精度要求比起跟腱周围的血管网可要高太多了。祝老的 A 方案是要每边都要得到最低2条或1条的穿支动脉，同时保证一定量的小血管存在，就算真有1-2条血管没缝合好，也不会造成此次跟腱手术的失败。单论血管缝合，我可不会失败。这好久没有像这样精力施展过了。换下线吧，我想要更细1号的线。以前缝合关键的2-3根血管属于机会难得，今天却能一缝缝一网，还都是这种又细又小又困难的。
相当于能够反复操作断指在职中最精华的部分，这种爽快感简直无法形容。怎么感觉林医生似乎很快乐的样子？看起来他好像是打算将整个血管网给全部重新缝合起来，但这怎么可能？林然，你的关键是注意动态平衡，挑选最重要的血管来复，组成一个勉强可用的血管网就行。来得及吗？方案只是恢复3-4成的血管网而已，完全来得及。其实我切断的小血管并不多，现在是想多做一条备用通路出来，多一些供血通路总是有好处的，对吧？这小子并不只是打算完成这个近乎不可能的方案，而是超越。生活要怎么过？绝望的我放。年轻人有憧憬是好事，但也不能冲过了头，得提醒提醒林然才行，尽可能的保证质量。痉挛的危险依旧存在，能打通的血管才是有用的血管。我知道，这种级别的手术，我一定会把保证质量放在最高优先级的。微创跟腱手术为什么很快就能出院并尝试复健？就是因为缝合后的血管有质量，才能让跟腱得以快速的恢复。事实上，祝老的 A 方案就是把刘微臣的跟腱缝合手术再合并上一台血管再植，难度比起普通的跟腱缝合增加了10倍都不止。放心吧，主任，林医生没问题的。关心则乱，我只是有点太在乎咱们的方案了。真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啊，主任也太好说话了。就是说，也太顺着林然了，别这样上纲上线的，可能人家林医生的思路本来就没问题呢。你要搞清楚，方案可是咱们主任的，这是他指导手术，林然只是主刀而已。只是主刀而已，接受现实吧。这个林然技术又强，天赋又好，可能已经是国内一流的水平了，起码比在场的各位要强。不信，那就再仔细看看他的缝合吧。林医生的血管缝合速度真是太快了。这个 A 方案需要维持一定水平的血管网，同时又要缩短手术时间，其实就是要求主刀够快、够准确。在遇见林然之前，我已经国内国外四处考察一圈了。国内算得上快准狠的，全都是30多岁的主刀，太年轻了，大型手术的经验不足。国外医生也差不多，并不见得比国内医生厉害多少。而国外名誉的那几位大佬医生，一听刘微臣的手术是一台指导手术后，都表示没有兴趣，报酬高也没用，毕竟他们又不缺钱。主任让林医生来，果然是个十分正确而又完美的选择。这里接起来的话，备用通路姑且就算是完成了。这就完成了吗？如果顺利的话，是的。接下来只要再检查检查，收收尾就行了。镊子，等等，这个感觉是不行。季医生，你先检查一遍通路吧，我换个手套，洗一下手之后再回来。好的。真不愧是林医生，很注重细节嘛。是啊，最近抽空多读了些论文，知道了更多手术中需要注意的地方。刚才拿镊子时的触感，说明手术手套已经在发生物理性质的变化了。心脏手术做到3个小时的时候，手套的穿孔率是30%，进行到5个小时，穿孔率则高达65%。还要考虑医生手上的细菌也在不断的积累，这时候如果手套破了会更麻烦。因此学术界已经很多人在提倡 1.5个小时就得更换手套了，能不冒的风险就得全部规避掉才对。季医生，情况怎么样？检查好了，血管缝合没有问题。我认为有了这一条备用通路后，安全性已经十分足够了。放开来看看吧。好。血流很通畅，并没有出现渗血的情况。太好了，老大，这样就算手术成功了吧？好，任务崭露头角，完成度75%。这个完成度意味着刘微臣的跟腱功能可以恢复到大概75%。以侵入性手术来说，这个恢复比例算是相当不错了。要是后期的复健和锻炼做得好的话，还能再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但他可是国家级运动员刘微臣，以这种只有巅峰期80%左右的跟腱去参加世界级的竞赛，肯定是不够用的。
准备再建一条备用通路。什么？等等，林医生，我觉得你刚才缝合的这条备用通路已经很足够了。我们是不是考虑现在结束手术？缩短手术时间也是会有不小的收益啊。现在结束可以说是手术时间又短，效果又好，对于病人来说是当之无愧的最佳节点。再建备用通路的话，会有过度医疗的嫌疑啊。季医生，目前我们缝合出来的血管网最多相当于2根手指的供血能力，你确定这样就足够吗？生活要怎么？季医生，目前我们缝合出来的血管网最多相当于2根手指的供血能力，你确定这样就足够吗？理论上是还可以继续加强跟腱的强度，但也要考虑骨头、周围肌肉以及感染的问题。这就好像是一支部队的后勤，少量的供应是活下来的基础，只有充足的供应才能满足进攻的需求。朱院士，季医生，这个方案中保证血供永远都是第一位的。担心并发症的话，可以后期用药物来处理，但要是血供不足的话，还能有措施来弥补吗？你说的对，赶紧继续手术吧。擦汗。哎，好像没什么汗啊。哦，等一下，是有根头发贴在脸上了，所以才觉得痒痒的吧？我再帮你擦一下哈。这个林医生是2手都在抓，2手都很硬啊。是啊，竟然敢和主任与季医生争，那他这样应该是非常有把握吧？什么把握？无非就是年轻气盛罢了。你们是不是没有注意到最重要的是，还不到2个小时，林医生就要开始做第2套备用通路了？你这么一说，的确是有点太吓人了，好吧？哎呀，要我做1套通路，估计都得做到明天去了。那我应该是在晕倒之前都做不完吧？要我做1套通路，估计都得做到明天去了。科室里再怎么轮，也不会轮到我。再给我擦下汗。警报！警报！任务完成度下降！任务完成度下降！什么？任务崭露头角完成度。病人目前的体征怎么样？我看看啊，一切正常啊，吓我一跳。微臣没事，好着呢。怎么了，林然？是有什么状况吗？的确是正常的，但就是感觉不太好。现在终止手术也能维持相对较高的跟腱修复水平，70%的跟腱功能虽不足以让刘微臣继续进行高强度的训练，但日常生活也足够了。或者临时更改去做助老的方案 B 或方案 C， 这些也都有不同方向的侧重。我就选林医生了。但刘微臣想要的显然不是保守的方案，否则他根本用不着等这么久。更改方案也只是病急乱投医，并没有证据显示方案 B 和方案 C 就会有更好的效果。没事了，我们继续吧。无论是完美级的跟腱修补术，还是完美级的断指再植，上百例的手术经验都在说明着一件最重要的事：血运之上。现场的信息不足，现在只能依靠理论坚持下去。刘微臣是一定要重返赛场的，不能让他的希望落空。任务崭露头角完成度。没想到竟然会下降到这种程度，跟腱功能只能恢复到 55%。别说参加高强度的训练比赛了，现在甚至连日常生活都比较勉强。就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招牌来说，如果最终结果是这个数字的话，那完全就等于是没达标。到时舆论的压力可想而知。不对劲，林然，你到底在想些什么？再检查一遍吧。还要检查吗？这都好几遍了。要的。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系统信息只能作为辅助，在检查不出问题的情况下，我只能相信自己的术中判断。仅仅是延长2个小时的手术时间，不应该会有如此大幅度的完成度降低。唯一可能的情况是，刚才搭建的那条备用通路会对病人有其他的不良影响，所以我得换成另外一条才行。如果非要我盲猜答案的话，我只能想到这个。不对，一定就是这个原因。我相信自己从那几百台手术中所取得的经验。
第2条备用通路完成，松开看看吧。好，血影通畅。任务完成度回升。生活要怎么过？绝望的我，放手一搏，或许不。任务完成度回升，当前完成度85%。柳微尘的根剑断裂严重，光是切掉的部分就有1根拇指的大小左右。受损如此严重的根剑，能恢复到85%的功能，已经算是相当成功了。若是拿来做关节能力评估，妥妥是优的水平。这样的根剑做高强度训练时，固然还有一定的风险，但已经足够了，最起码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运动状态。而且85%并不是最终数值，完成度还在不断上升，也是时候结束这场耗时漫长的手术了。第2条备用通路完成了，现在开始缝合。林医生，你现在看起来没有太多的疑虑了。是的，现在手感上来了，缝合我自己来。真不愧是林老大。好了，缝合完成，可以进行包扎。朱老，等会儿就麻烦您来下医嘱了。好。林医生，能不能告诉我你现在是种什么感觉啊？感觉吗？收获的感觉吧。太好了，刘微尘！告诉你们个秘密，林医生其实是个超感性的人哦。感性的人最好了，感性的人适合当情人。才不是呢，感性的人做老公会更爱老婆，做情人才是最好的。你想当我老公的情人，臭不要脸！依然，你准备一下，一会儿得跟体育局的领导做个报告。这个一会儿是多久啊？怎么，你还有别的安排？不是，如果时间久的话，我还想再做一例手术。还要做？果然，这才是我所认识的林老大。哇，林医生好厉害啊！随你便吧，到时候记得过来就行。刘微尘，刘微尘，刘微尘加油，你一定可以的！是体育局的车。哦，是手术完成了，还是出了什么意外啊？王局，小曲啊，刘微尘他现在在哪儿？在病房里休息呢，我这就带您过去。他现在什么情况？微尘的手术很顺利，我们预计只要休息3-4个月，就可以开始适应性的训练了。把刘微尘给弄醒，让他自己说。微尘，快醒醒！别这样，他麻醉还没过去，现在没法正常交流。就算麻药退了，也得先休息。咱们还是出去说吧。行，出去说吧。朱院士，你们怎么一声不吭的就把微尘的手术给做了？微尘在我们院待了那么多天，各大媒体都有报道，想必你们也是知道的，怎么能叫一声不吭呢？这么大的事儿，正式手术前总得局里先过一下吧？你们这样做，把局里后续的安排都给打乱了。主刀医生人呢？手术具体情况如何？是不是能给我们做个说明？田路，林然现在还在手术中，他说要把后面排着的那几台手术都做完。这就没办法了，患者最大嘛，要不咱们先等一等？行，我们等。马主任，你去把媒体跟专家给喊来。记者是我们熟悉的 Peter， 另一位则是局里的康复专家韩文林。主刀医生还没到吗？他来了。他就是主刀，好帅啊！作为素材来讲，简直太棒了。帅哥主刀，在技术行业中，任何能够被称为专家的人，都是一路鄙视着别人杀上来的。
而在这位帅哥身上，我可并没有感觉到他有着跟我这个专家类似的气场呢。哼，就是你给刘微臣做的手术。林然啊，在场的就是咱们体育局的领导王局长、马主任，还有韩文林专家以及记者 Peter。Hello， 林医生。我是体育局这边专门负荷和评估医疗成果的专家韩文林。林医生看着很年轻啊，能给我们介绍清楚手术的情况吗？有必要吗？当然有必要。刘微臣可是我们体育局最重要的运动员之一，是全国人民喜爱的体育明星。他的身体状况必须时时刻刻在我们的掌握中。术后情况，祝同义院士应该已经跟你们讲过了吧？我们想找祝院士了解情况的话，会自己问的。现在是在问你，这样合适吗？没事，既然韩专家想知道情况，你就给说明一下吧。很好，那刘微臣为什么突然决定要做手术？这个问题你干嘛问我啊？你是他的主刀医生，不清楚刘微臣为什么决定做手术吗？刘微臣做手术只是因为他的跟腱断裂了。你想知道他突然下决定的原因，必须得询问当事人才行，这并不是一个临床问题。林医生，你这样的态度只会失去我们体育局的信任，最终导致合作无法进行。我知道你的意图，很多像你一样的年轻医生都想要通过给知名运动员做手术来提升自己的名气，成名之后就可以到处做飞刀，狠狠的捞钱。跟腱修补术的高端应用固然是运动员，但它的主要服务对象仍旧是普通人，反而是运动员群体。虽然需求很强烈，但人数却不足。对我而言，量才是最重要的。别说我单位不是上海的，就算是，我也没兴趣跟你们体育局合作。你小子怎么说话的？韩专家，我们中心的成功率一向很高，这次刘微臣的手术也很顺利。你们上来就这么质疑林医生，是不是有点过了？那这样，我们聊聊手术的情况吧。你是怎么进行手术的？采用祝同义院士的方案 A。方案 A 的具体内容是什么？采用正中旁侧切口，先建立一个腱旁皮下皮瓣。我是问方案 A 和普通跟腱修补术的区别在哪儿？血供，我们重新构建了刘微臣跟腱的血管网络。这里，还有这里，一共给他做了3个搭桥。什么？这太冒险了！你们怎么能采用这么冒险的方案？什么情况？这样很危险吗？还有补救的措施没？方案的确冒险了点，但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这台手术做得很成功啊！手术成功并不能保证刘微臣就能好起来吧？以我的经验来看，你们就不该采用这么冒险的方案。对你来说的确是台很冒险的手术，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风险完全可以接受。什么叫风险完全可以接受？这种一个失误就完蛋的充满风险的手术也算可以接受？你并不是跟腱修补术的专家吧？这话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是跟腱修补术的专家的话，应该会觉得很有意思的。这小子居然在鄙视我！什么叫有意思？这可是在做手术，不是在玩闹。有难度，有风险，但是能够顺利完成的手术就是有意思的手术。对你来说充满风险，主要是因为你不懂，所以就觉得高不可攀。搞笑吧你！我给体育局做咨询已经快10